Hello， 各位飞利行不客观张老师的摩托日记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是来自于摩托莫里尼的 X-Kiff。那其实这款车也是摩托莫里尼的第一款产品啊，进入国内的第一款产品。当然，说进入国内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因为这个品牌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人收了意大利的一个车企。然后呢，将它拿到中国呢来进行销售。其实本身这也是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外国人意大利人有技术中国人呢有资金有市场也算是一种联合吧。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还是主要去强调它产品本身。那么他们品牌方怎么讲故事呢？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因为产品好其实才是真的好你品牌故事说的再好，其实呢如果产品不好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我们说这款产品呢，我在真正了解它之前，我还是对它有所怀疑的，因为感觉像是一个借壳上市的这样一个产品。但实际上，当我骑过以后呢，我发现其实里边呢还是有很多的内涵和与众不同之处的。那么这台车呢，为了适合我们更多人的坐高它给你准备了2种坐高形式，一种呢是810，而另外一种呢是835。那么我拿到这台车呢，就是一个810的坐高我先坐上去给大家来看看。好，我的身高呢是188厘米，体重呢188斤没错，我就是一个四边形战士。那么在我这种身体条件下，其实我坐这台车几乎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尤其是低坐版，因为它不但呢坐高相对较低，它的坐垫呢在中间你人骑胯的位置也做了收窄。本身坐高方面，我的身高并不是大家的参考。那么如果说你喜欢这台车的话，一定要真的去感受一下它的坐高给你身体带来的感觉。那么跟我相同身高、相同体重的人，我估计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呢，我是觉得是少有的能够跟我这种身材契合的一台大车这台车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大，尤其是车头部分。当我坐下的时候，它的分挡玻璃几乎已经跟我的头有点持平了，所以它是个大家伙。一些觉得车太小了，骑起来像骑狗的朋友呢，就有了福了有了福了。另外呢，它这台车的定位其实不光是公路铺装路面，它其实还会有越野路面的考量，因为它在驾驶模式里面呢，就给你考虑了一个它里面有一些越野专用的越野模式，包括呢它所搭配的 ABS 系统呢也是博士9.1的。那博士9.1大家知道它是可以单独关闭后轮的，也就意味着它为了非铺装道面的行驶还是有一定的配置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辐条轮这个倍耐力的蝎子胎它其实都会有这样的考量在里面。那同时呢，整车的重心我觉得也是设计的比较好的，因为在其他之前，我们都知道它用到了某某品牌的一个650的发动机，当然其实它发动机的原始来由的那台车，其实操控也是很不错的。虽然春风我直接说了，虽然春风质量上一直被人所诟病，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它650平台的这个车型我觉得还是国产里面的一个佼佼者。除了呢这个轻量化呢没有它近几年的产品做的那么好以外，其他方面呢其实也没得挑。那当然作为一台街车可能更需要操控，但作为一台 ADV 来说呢，可能它那种非常极端灵活的操控的需求就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觉得这台车在骑行过程中，包括你推车的过程中和控车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比较好控的那么我自己呢也做了一些体验尤其在狭小的场地做一些非常极端的这种掉头这种绕八字甚至是我松开一只手进行驾驶，我觉得这台车身整体的给人感觉呢是非常整的。当你有一定的动力保持的时候，它其实能够保持相对的倾角，那这个呢给你的信心就特别的好。不像国内的有些品牌一开始造车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点，这个车身的重心设计的不好，就稍微一倾斜车就要往下倒这台车是完全没有的。你的操控技术成熟了它完全是可以去做，比如说非铺装道路的骑行的，它能够满足这些基本的要求。那同时呢，我觉得它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它的手把非常的高。这当然对于一台 ADV 来说呢，应该来说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但是呢，它的手把我觉得高到让我这种身高的人都非常的惬意。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骑非铺装路面也罢，或者说骑高速也好，有的时候腿不舒服了或者坐久了想要放松一下，我们会采取站立的坐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站立坐姿呢，尤其在我这种身高的条件下，我可以轻松的触把
但是呢，我发现国内的有些 ATV 我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得弯下腰去触这个把。那这样其实我做站立骑行就非常的心里没底儿了啊。但这台车我可以完全的这种方式呢去骑行，很容易控制我的油门啊，也很容易控制到刹车和离合，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最重要就是它的膝盖位置呢，当我一站起来，发现它这儿恰到好处的有2个凹陷，刚好可以让我的膝盖很舒服的放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样在站立骑行的时候就更好操控了。所以我觉得，虽然这台车啊是有这种出身有点儿不是特别清晰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里面还是倾注了很多成熟的造车的理念的，这是有一说一的。好，那么我们谈完了它的一个大致的感觉和印象以外呢，我们来具体谈谈它的这种外形的设计，以及呢它的操控和驾驶啊。下面我们来聊这台车的设计。这台车本身啊，它是一台接近650cc 的649cc 的这样一台车。那这台车确实足够大。大在哪儿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尾部或者后部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很多时候呢，一辆摩托车的大主要体现它的前部。那这台车的前部呢，首先它的风挡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几乎已经达到了我的肩膀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所以从整体的高度来说，它是一台蛮高的车。那另外呢，它的头从正面来看也是比较宽的，因为它没有用到鸟嘴式的设计。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我不希望所有的车都造成一模一样啊，要有原创的设计。那没有鸟嘴设计呢，它就可以在造型上面有更多的自由度。所以，摩托摩里这款车呢 ，X Cape 呢，就是它有一个完全原创的车头设计。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原创的设计，这个车头会显得有点太扁平了啊。从侧面看呢，它没有一些太过于明显的棱角。当然，这个你有意大利的血统，对吧？你做的更有棱角一点呢，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那么在其他部分呢，比如说，尤其是漆水部分，我们都知道，不管它是跟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啊，但只要它有这种意大利的血统在里，它就会使用到非常好看的红色啊。那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尽量呢选择它红色的这款啊，红色这款。当然，它有灰色和白色的2款车型，我觉得红色呢是最好看的，因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我甚至以为它是杜卡迪。但实际上呢，跟杜卡迪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是整体的这个色调会让你觉得它确实是有异域风情的。那同时，车细节在设计上面呢也不落俗套，因为它也太多的，比如说那种汽配城风格的配件，比如说它的排气虽然你从正面上来看，它感觉像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排气，但是呢，在尾部的设计方面有它非常多的心思，尤其是我觉得很多这款车特别不在意的后摇臂的设计我不管后摇臂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后摇臂一定得给我做的尽量的粗壮一点做的不要是2个方管，然后呢去支撑我们的后轮，我会觉得那样很不安心，很没力量感，而且呢显得车很不高级。那么它的后摇臂呢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其实骑的过程中感觉呢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视觉效果它就是好。然后呢，如果你愿意加，可以将原厂的